请进。还早啊。宋秘书，陈总让我把标书给您送过来，麻烦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啊。哎，坐。我还有事儿不做了。宋秘书，我非常感谢您在我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帮助。这里是2万块钱，我已经存够了。还有这部手机，您当时说是试用产品，2个月以后要还的。正好我男朋友也送我一部，所以这个也用不上了。里边的信息反馈书我已经填好了。手机真的非常不错，谢谢。宋秘书明显感到两人之间堵起了一道厚厚的墙。海藻每当结束一个动作，都将2手防卫似的抱在胸前，表现出一副敬而远之的架势。我这儿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就不送你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宋秘书的心又开始揪起的疼了。他知道，这是海藻用自己的方式委婉地跟自己道别。宋思明的心，竟像被撕开一条大口子似的，开始滴滴答答地流血。这个道别来得这样突然，突然到他的美好尚未开始就结束了，而他，什么也不能说，不能做。只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依旧和海藻业务往来。心真的很痛，这种痛叫被拒绝。陈思福，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。陈总，你好，小刘。陈思福闻讯兴高采烈地往宋秘书办公室里奔，心里琢磨：看样子这小妖精还真管用，骨子里闷骚马到成功啊！第一次被宋秘书这么直呼其名的点名招呼，关系明显近了一步。以前都一直叫自己小陈的呀。大哥，你找我？你跟郭海藻说什么了？我没说什么呀。那个，我就让他多关心关心您。你怎么就这么热心呢？你管好自己事儿就行，哪操那么多心？不是大哥，不是，标书拿回去，我没工夫看。我就是不看也知道，就你们公司那实力，想吃那块地，门儿都没有。不过你要实在愿意去做个陪衬，我也不拦着。但话我跟你说前头。不是，大哥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说要这整块儿，我就要那边角料。我还有事儿，要出去。我就要那边角料，就边上那个。郭海藻，你到底跟我这个财神爷说什么了你？啊？你倒是说话呀你！您不是让我送资料吗？我就送了呀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你什么都没说，你什么都没说，他怎么就变成那样了啊？你说他怎么就变成那样了？哪样啊？我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。郭海藻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我让你去干什么去了？我让你去沟通感情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你怎么沟通感情？
陈老板，您一个月就给我3680块，我当然就只干3680块的活啊。您招聘的时候明明白白写的是文案工作，文案包括沟通感情吗？文案包括暗度陈仓吗？我除了文案、打杂、当信使、陪吃饭、陪唱歌、陪跳舞，我就差陪人睡觉了。我总不至于您出那点钱，我就让我卖身给公司吧？现在的人力市场再见，也找不到一个老板能够如意算盘打成您这样的。我过价出售的是我10几年的知识，不是我这个人。你要是再有过分的要求，我就不干了。陈四福第一次看见一向柔顺的海藻也会发飙。海藻属于弹簧式员工，无论多大的承载量，都会有弹性的向后缩。看样子，今天是到底了，还是退一步的好。他若是真走了，基本上从此跟宋秘书就结下梁子了。海藻，你可能误会了，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这么着，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，咱过2天再慢慢谈，好吧？躲开，躲开！怎么回事？不晓得，刚才吵得很激烈。哎，为什么吵呀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不是一直在上面的吗？不知道，突然就吵起来了。海藻觉得这儿是待不下去了，跟老板都闹崩了。得，晚上回家还得买份晚报，看看有什么人才市场招聘没有。不是自己不想做，但每次怀着良好的愿望都做不久。哪怕自己赌咒发誓，刚下的决心要在这儿扎根一辈子，立刻就沦落到要卷铺盖卷走人的境地。这就是现实。下班了？对啊，反正也没事儿嘛。真羡慕你，你看看我，今天啊又早不了了。忙好啊，忙说明被工作需要嘛。拜拜啊，拜拜。老板非但没有开除海藻，还给他升了职，换到楼下的办公室。但海藻得到的是一个闲职，每天同志招呼着各奔业务，唯独他早早的就下班了。这可不是好现象。海藻加紧找工作，与其让人家放着坐冷板凳，看人冷面孔，让人撵走，不如自己腾空。老板心怀鬼胎的样子，不晓得要怎么整他。每次见他都礼貌、客气、周到，感觉很虚伪。嗨，姐，没事儿啊，你放心。此处不留奶，自有留奶处嘛。跳槽我拿手啊，拜拜。加油！小刘，你是不是要去复印东西啊？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也印一下吧。我都忘了，谢谢啊。喂，姐，我现在彻底搞不懂我们老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。
如果他想让我去服侍什么人，他压根儿也没说呀。还有最近几次应酬，他都没招呼我去。我今天第一次工资领到了5000，还没名目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踏实。什么七上八下的？不用管那么多，有人给你送钱，不要白不要，反正你自己跟他早就把话挑明了。他要是开你啊，你拿钱走也不吃亏啊。陈四福内心里坚信海藻跟宋秘书俩人有一腿，海藻肯定在宋秘书那儿搬弄是非了。自己对海藻好，宋秘书迟早也会知道。既然上头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出去应酬，我还是有点眼力劲儿，替他养着二奶得了。也不至于这么忙吧？您看您这饭还没吃完。我这确实还有事儿，改天吧。回头你跟哥儿几个解释一下啊。没问题，大哥，那都是自家兄弟。哎，对了，大哥，还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做的？没什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您慢点啊，开车小心。啊，回去吧。哎，再见，大哥啊，我回去再招呼一下啊。宋思明最近也与陈四福接触过几次，每次都是蜻蜓点水，每次都见不到海藻，每次都很失落。小贝会经常带着海藻绕小区散步，即便是普通的散步，不花1分钱，小贝也会搞得有声有色。他会拉着你做木头人儿，假装2个人的左右脚被绑住，一同迈步，或者2个人竞走。小贝会夸张地扭动臀部，快速行走，把海藻丢在后头。海藻忍受不了输，落后了就跑，追上了再走。所以，他们笑称这种运动是行间跑。那你亲亲我。喂，那个，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啊。去哪儿啊？保密。呀，开心吗？这是我送您的礼物，庆祝我们认识500天。啊，都认识500天了啊！怎么时间过得那么快啊？因为我们俩相爱了，不觉得时间过得快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哎。原来认识500天也要庆祝啊！我以前以为只有过生日才庆祝呢。以后呢，我们就会永远的这样庆祝下去，一直到很老，好不好？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和所有，因为你是我的选择，守着你到永久，不让你的心有一丝寂寞，我的爱一直陪在你左
神交汇时候甜蜜的笑容，守着你到永久，不让你的心有一丝寂寞。我的爱一直陪在你左右。冷风吹入我胸口，是我为你在守候。眼神交汇时候甜蜜的笑容，时间都会静止，为我们停留。怎么样？你帮我把车送回去，我去买点东西。你要去哪儿？我送您过去吧。不用了，赶紧回去吧，我溜达溜达。哎，大哥，你还是跟我走，都是自己人，我保证你满意。保健按摩挺健康的。我不去了，你知道我不好这一口。再说一会儿还有点事儿，啊，赶紧去吧。你这车也不开，从这儿到你家可不近啊。走走路，健健身。行，走了。江州的夜晚，灯红酒绿，色情男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暧昧的丁香气息。宋思明喜欢这种十里洋场的明暗交替，醉心于这种慵懒的步伐。闭着眼睛的甜蜜娃娃，像个梦游的女孩。那种即便是在梦中也若有所思的表情，怎么就那么像一个人呢？欢迎光临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这个蓝色小娃娃呢980元。啊，帮我拿一个吧。哦，好的，先生，请这边结账。宋在车上幻想着，也许就在路上，也许恰好海藻就在前面。然后他装作偶然巧遇，将这个娃娃塞进他的手里。就这靠边。师傅，麻烦你等我一下。直到车停在海藻家楼下了，宋思明也没见海藻的身影。42岁的宋思明，站在海藻家的楼下，自嘲自己。这不应该是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应该做的事儿。算了，回去吧。很多时候，
人生就这样在你期盼中失望，而在不经意间又错过了机会。啊，这是啊？怎么了？哎呦，我们家这小宝贝儿哦，来，哎呀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带你出去走走啊，咱也不忍受这气啊。我累了，我不想动了，都走了1天了。来，那听音乐，把耳机戴上。哎呦喂，跟他们为这点事儿来。走！哎，你们有没有一点自觉性啊？3天2头的搞去坏，让人中午休息了，怎么这样啊？又不是你们的房子，你看看他们呀。好了，11点不走，马上赶他们走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合租在一块儿，大度点儿啊。行，喝点水啊，不生气了。什么？咱俩什么时候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？这不是就是1、2年的事儿吗？啊，我们再攒上1、2年的钱，加上你爹、我爹给咱们的资助，很快啊。你就别指望我爹了，我爹的钱都给我姐了，咱俩只能靠自己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2条出路：一夜暴富；2夸父追日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怎么追，也是追不上的。就好比你姐、你姐夫，他们俩就是我们的榜样。我姐他们已经追上了，我今天陪我姐去看房子了。他们那个房子吧，远是远点儿，但是真的挺好的，我真的挺喜欢的。我真希望咱们也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你看啊，咱俩要是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就不用每天跟他们抢厕所了，也不用忍受他们吵闹了呀。是，你说的都对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一直不赞成买房子什么的吗？啊？你想啊，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人是要跟咱们一样，不都这么熬过来了吗？人罗马城也不是1天就能建起来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们家的小猪猪工资已经涨了，我很开心，我们2个人的收入在不断的攀升，我已经很知足。我还有1点马上完啊，完了过来陪你。对哦，这个工资涨得不明不白的，莫名其妙。
个是我们的计划书，您看一下吧。啊。这个活动还是挺有意义的，回头我看看。谢谢宋秘书。哎，对了，最近怎么没见着你们公司的郭海藻？他离开你们公司了吗？海藻啊，他升职了，现在专门搞策划活动，不再跑外勤了。是这样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喂，喂，陈总，我是宋思明。大哥，怎么想起小弟来了？怎么了？对我有意见啊？不敢，大哥，您日理万机，我也不敢去打扰您。您说吧，有什么吩咐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有日子没见了。最近怎么样？上次投标的事儿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帮上你什么忙，主要是公司实力问题，我们搞行政的也不方便干预。不过你的事儿我还是放在心上了。等一会儿你去找一下天大置业的徐总，他会关照你。大哥，谢谢啊，这事儿您费心了。大哥，您看什么时候有空，咱一块儿吃个饭聚一聚。改天吧。改天哈，行，那我听您吩咐啊。谢谢大哥，谢谢。哎。哎呦，守得云开见日出啊！我这一宝啊，算押对了。海藻，我今天啊去宋秘书那儿了，他还问起你呢。他问我什么呀？他问啊，你在不在公司了？奇怪吧？小郭啊，哎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！陈总。哎，海藻，你把这个交给宋秘书。哦，那我说什么？你什么也不用说，你交给他就行了。那他会问我什么吗？他不会问你的啊。去吧。哎。进来。宋秘书。海藻，果儿。海藻是我，小郭也是我，您到底想找谁呀？陈总让我给您送样东西。来，进来。来，取先坐一下，我这儿找点资料。哎。梦游娃娃。宋秘书，不好意思，我能看一下吗？打开吧。哇塞，太棒了！
喜欢就拿去吧。啊，那怎么行啊？这个可是奈良美智的作品哎，好酷哦！要是喜欢，就拿去吧，也算是帮我一个忙。我正头疼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它。你说我这办公室里怎么能放这个？这个您是从哪儿弄的呀？奈良美智的作品可是限量发售的。啊，一个朋友放这儿。不过我看他跟你倒挺合适的。每次我见到你的时候，你都像他一样，心不在焉的。有吗？有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奈良美智是什么人？啊，奈良美智您都不知道啊？哎呦，你真土！奈良美智可是日本现在很红的卡通造型设计师，他还是一个画家呢，而且他人长得好帅，设计的东西都好 Q 的。还是日本的？嗯，那就更不能放在我这儿了。你还是拿走吧。君子有成人之美，咱们皆大欢喜。看不出来您还有抗日倾向呢。哎，这个吧，从工作角度讲不存在，但从个人情感讲呢，我也不回避。啊，有个事儿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美国人，来江州投资，他想找一个学中文的老师，拖了我很长时间了，我一直找不着合适的。你想不想去试一试？您说我去啊？啊？我不行吧，我英文不太好，而且我都没和外国人接触过。没接触，咱要接触一下。我倒觉着是个好机会，一是能赚一点外快，二呢能练练你的口语，可以去试一试。真的不行了，我一见到黄头发我就紧张，我可能一个单词都想不起来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您留意留意，看看我身边有没有朋友他们愿意去的。好啊，那这事儿我可就拜托给你了。我可是认真的，你要放在心上。嗯，一定。那我先走了，不打扰您了。啊，哎，你把这娃娃拿上吧。啊，不了吧，您留着吧。你不要跟我客气了，也算是帮我个忙。拿着。谢谢。送你。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嗯。怎么了？口袋破了个大洞。啊？钱包被偷了？比那个还惨，想报案都没地方去。单位一个连面孔都不认得的新人结婚，被领导讹去143块礼金。单位同事合伙凑份子呀，好事儿啊，起码你还能捞顿好吃的。吃什么呀？上个礼拜五的事情，咱俩在家吃面那天，我还以为逃过去了呢。哎呀，那你可真亏了，你真不该错过这顿饭，哪怕你不去，换我去呢。倒霉，人啊，不是说你不偷鸡就不吃米的，只要你仓库里有米，黄鼠狼、耗子鸡，隔三差五就惦记着。我存点钱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啊，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快，永远差那么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。143块全被搞走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动脑子呢？你去之前不会先摸摸经理的底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如果经理去，最起码花钱买个舒坦，套个近乎嘛。你还真以为参加婚礼是去看新人的？那是花钱买个社交机会的。越不去越被边缘化，跟领导不近乎，什么好事都落不到你头上。这种该花的钱钞票，你一分都不投资，那哪成啊？记住啊，以后吃一堑长一智。
我也想套近乎呀，我也想投资啊啊！钞票呢？钞票呢？钞票呢？哪来的钱啊？啊，什么投资？哦，怪我，外面受的气，怎么瞬间转化成内部矛盾了？1、2、3，我就当他全鸡汤。笑什么？好喝。龙虾烩面，瞧你那点出息。好吃。我决定了，我要买辆自行车，每天骑7站路，省下转车的1块，我1个月33，6个月的话，车钱就省回来了。再往后就是赚的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1个月才省33块钱，你还算啊？不就是143块钱吗？没事儿，下个礼拜交的时候，咱们就心疼一下下，过几天就忘了。睡吧啊！我不会忘的，我觉得有车挺好，也方便啊。你想，这以后我们买材料啊，买家具什么的，难道你想打车去啊？而且，啊，我也不光是为了省车费，当然了，车费33，一年下来还是蛮多的。反正我觉得骑自行车挺好的，又环保又节约，就这样定了啊。好，苏纯暗示了很多次睡吧，记住我了，希望海平能理会其中的含义。不想海平的大脑在高速运转，根本不理会。咱们现在运动运动，环保一下，要不要？不要，来，不要！破床越睡越塌，嘎吱嘎吱的响，楼下全听见了。我都快变成被风干的木乃伊了，1个月连1次都没有。咱们才多大岁数啊？压抑人性，没房子才是压抑人性的。你说保暖思淫欲，保暖思淫欲，你这吃着挂面呢，还成天想着这事儿。先吃好了再说吧。海平周一就开始骑着他从市场上淘来的自行车上班了，看着还怪新的，也不贵，才180。
老婆回来了。哟，怎么了？这么不开心的？车丢了。我这是个倒霉鬼转世。今年我1年运气都不顺，改天一定要到庙里去拜一拜。嗨，哎呀，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堵吗？跟你说让你别买车，别买车，你偏不听，花钱找罪受。你这个人呐，最大的毛病就是听不进人劝呐。没事儿，丢就丢了吧，小坎坷不算不顺。那真正的大不顺呐，咱们家万幸还没有碰到过。抽还抽！你老婆我天天顺马路吃灰，贴心贴肺的巴家，你倒好，还在这儿有闲钱烧烟，你真是烧得慌。哎，你把这个钱省下来，我们也不用每天天吃挂面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把烟给我戒了。大哥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我怎么不讲道理了？啊！每次做了错事都把气往我头上撒，凭什么呀？什么事不都是我顺着你，希望你过得舒服，希望你过得开心。我要求你什么了？你怎么那么难哄呢？每天挤兑我，看我这个不顺眼，看我那个不顺眼，我都快被你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我现在除了抽烟，我还有什么爱好啊？而且，我每天下班准时回家，也不打麻将，也不喝酒的。我控制的现在已经很好了，每天只抽5、6根，贵的烟也舍不得买，每次碰上事情就拿我烟开刀，凭什么呀？有意思吗？你有意思吗？啊，你一个大男人的，你好意思看你老婆1年到头不买1件衣裳，不做1次头发，买不起1件化妆品啊？啊，你说说看，这么多年你对这个家贡献了什么？你给然然主动买过1样东西吗？还有闲钱抽烟，你把这个钱省下来，不知道能给然然买多少东西。哦，还爱好，哎，这世界这么多爱好，哎，你怎么不爱好挣钱啊？你怎么不爱好做生意？你怎么不爱好升官发财呢？毕业到现在，连个科长都当不上，还好意思？哎，我不生，我没话说，我生孩子去了。哎，你干嘛去了？你也生孩子去了？哎。干嘛去？说你2句说不得了？屋里憋得慌，我出去透口气儿。你有本事去，你别回来了！告诉你，再让我看见你抽烟，我要你好看！苏纯的心重重地压上了块大石头，那种想吼吼不出、想挣扎逃不出的痛，却无法诉说。男人很累。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去看啊！我们公司开发的，我看了户型图，挺好的，小区规模也很大。对了，听老板说啊，以后还有进城的班车呢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哎呀，可是我今天没时间呀。那明天呢？明天早上我也没事儿。明天可以。好，那就定明天啊，拜拜。房子虽然有点远，虽然配套设施还没有建设好，虽然交通目前为止还很不方便，但海平第一眼就看上，就认定了这就是自己的家。1楼都能照着那个，去看看，走走走。这是126平的房，这厅挺大的啊，然也可以在这儿跑来跑去的。嗯，对。哟，你们这阳台没封上啊？对。哎呦，现在要找一个没封上的阳台的房子特别难，没封上阳台好，等于只算1半的钱。对，你买的那栋房呢，楼上
因为比楼下少一个房间，所以朝北的阳台都是送给您的。哎，那你们现在盖那套房是和这个样板间一模一样的？对，完全一样的。因为我们的房卖得特别好，所以一期都卖光了，剩下呢就是这种样板房了。不过一期的房子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外面都在施工，非常嘈杂，而且呢路况也不行，下雨天外面都是泥。您还是买2期吧，2期好，2期划算。你买了2期呢，你进来的时候路面也修好了，草地也铺上了，而且您看这房间特别划算，这边的平台都是送给您的。哦，等于有个小平台啊，挺好的。姐，我觉得这个房间大小特别好，特别适合然然住，你觉得呢？而且你拿完房子以后啊，你也学他，多摆一些小花，好洋气啊！到时候我就这样，我给这边放一张床给然然睡觉，然后这边给他放一个小书桌，放个储物柜啊。这个房子，哎，这个我能看一下吗？可以的，你看，哟，这柜子挺大的啊。对，也能装东西的。啊，这还有一个洗手间。是的。海平的眼睛里已经看见未来房子的家具和摆设了。墙应该是天蓝配海蓝，再贴上一点云彩的壁纸，而女儿则穿着漂亮的衣服在屋里跑来跑去。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就是稍微有点远，而且楼层好高啊，6楼哎，你每天不得爬死了呀？1楼怎么样？我这全当锻炼好了。再说了，远嘛，到时候换个近点的工作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交房啊？大概10个月左右吧。因为呢，我们现在已经盖到4层了，剩下的都是一些收尾的工作，10个月肯定可以。如果你要买的话，我们合同得签1年的交付期，因为这样比较保险。签1年吗？我问一下，你们这个层高到底是多少啊？我们是3米的。您考虑好了吗？有3米吗？那个什么。这样吧，我回去以后和我爱人再商量商量，好吗？不过您要快一些，因为我们的房子卖得很快。如果您有意向的话，我们可以尽量给你保留2天，但是我们很快就会被卖完的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没关系，这样吧，我尽快给你打电话，好吗？谢谢啊，谢谢。那我可买了，买吧。90多万呢。虽然吧是比你的预算多那么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这房子挺正气的。你看啊，2室1厅的面积吧也够你们住了，再加上刚才那个阳台，我觉得也挺大的吧。你到时候拿下房子以后，你把它弄一个玻璃房，再拉个窗帘什么的，哎，这样你又多一间房。我赶紧给苏纯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看看。我怕这2天到时候给别人抢走了。美什么呢你？江苏移动欢迎你。江苏移动都欢迎你了，欢迎就欢迎呗。我讲的就这套，你看，怎么样？这厅够大吧？不错不错不错。啊？你还看这儿？它这阳台等于是送1半面积。你们现在房子卖的怎么样啊？我们房子一直卖得很好，特别是这套房子，很多人看中的。是吗？对，然后他们都喜欢这边的阳台。那边是1期，他说1期不能买，1期因为什么都没弄，然后地也不好什么的。你看这个厨房也够大吧？而且它这个门一拉，什么都听不见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。你看然然的房间来，你看。来，这是合同，你们看一下。那以后买东西怎么办？你放心好了，等你搬过来的时候呀，超市就跟过来了。现在这一片还没发展起来，等发展起来呀，你看看这边这么多房子都在建，也不是咱们一个社区。等到时候人气一聚集，你还怕超市不来呀？现在超市已经有免费的班车接送你们了，就是班次少了一点。哎，有什么车可以直达我们单位吗？别做梦了，直达是不可能的。但有辆车到徐家路地铁附近，那不是离你单位挺近的？那还叫挺近的，到我们单位还有40分钟车程呢。行了，我已经觉得挺好了，哪儿都好，就是价格超了一点点，首付我怕不够的。没关系的，只要你喜欢，
钱不是问题。哦，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个贷款怎么个还法？能不能帮我们算一算？每个月还多少？哎，我帮你们算一下。如果10年还清的话，以现在的利息，每个月是10800。这么贵啊？那20年呢？20年每个月只要6000多就够了。那30年呢？先生，您多大呀？那个贷款有规定的，退休啊，行了行了，就20年还完吧。哎，定金什么时候付啊？定金很便宜，现在付吧。那首期呢，我们可以等过段时间，住房以后呀再付房贷。好。其实说起来也挺快的啊，年底就交房嘞。是啊，我就喜欢这儿，你看这个路多宽呢。是啊是啊。哎，海平，你真打算20年就把钱还清了？那你不觉得压力太大了吗？咱们俩月收入加起来一共是9000，每个月还贷款就得6000多块，剩下的钱要管一切，稍有差池可就不够了。我告诉你，一定要20年还完。如果30年还完的话，利息都要滚出一套房子来了。那我等于一辈子在替银行打工啊！而且早还完早了心事。你这能保证啊？到你老了以后，咱俩月收入还能达到9000啊？而说的不好听的，万一再生个病、下个岗，这房子真还一半让人给收走了，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儿。哎呀，可我还是觉得压力太大了。没压力就没动力啊！你真以为光吃那些挂面就能省出几个平米来？吃1年都省不出1个平米来。同意。为什么呀？说实话，你呀以后别在家待着了啊，老闲着晚上，没事出去找找看有没有第2份工作可以做。我也要出去。老婆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嘛，我说吃挂面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。你说把身体吃坏了，什么不都没了吗？挂面还是要吃的。看人还要节流呢。早一天还完，咱们早睡踏实觉啊。是在进幼儿园吗？哎，是他们说那幼儿园。走。上学校吧。我们也算是有房一族了。等我把然然接来，我要抽空去附近看一看，视察一下有什么好的幼儿园让我挑一挑。哎，我觉得咱俩还是挺幸运的，幸好这房子是年底交，等于有1年的时间让我们攒装修的钱。装修呢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听好了啊，我觉得墙呢咱们就粉算了啊，地板是一定要做的，实木地板呢太贵了。复合地板是很不错的，复合地板又不怕水，又耐拖。家具呢，我想别买太贵的，买一些实用的就行，是吧？小孩子磕磕碰碰难免的。等然然大了，咱们有新的钱了，咱们再慢慢添置，怎么样？海平啊，我想咱们还是把那些借的钱先还了吧。那先去把借的2万先还了吧。有一件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但你向我保证不要发火。什么事儿？我其实借了6万。我知道你借6万，跟你妈借6万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妈给钱的事儿是我骗你的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不是不了解。我爸我妈身体又不好，他们手头又不宽裕，在家里头还有供养一个生病的舅舅。行了，你别跟我哭穷了。就你家穷，我家不穷是吧？啊，你妈是妈，我妈不是妈。凭什么我爸我妈省吃俭用把钱都砸给我们啊？你们家有钱往你那个无底洞的舅舅身上填，不肯给你使一分。我告诉你，少跟我来这套。别借钱的时候你自己做主，还钱时候我们我不认识。哎，海冰，你不是刚答应过我你不发火的吗？我没答应你。你听我跟你说嘛，我当时借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想房子涨幅1年怎么的也超过10%，人人愿意10%的利率，我认为不算贵啊。什么意思？你别告诉我你借的高利贷啊！是高利贷，我其实也不算太贵。你看，不是碰巧吗？我们单位同事小赵，
他有个亲戚向外放钱，他看咱们家有困难，人家愿意帮我，而且两头牵线，他答应比银行利率只是高一点点。你给我滚！你疯掉了！你凭什么去借高利贷？你怎么敢去借高利贷的你？我不认识你！海平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找！给我滚！走！海平没地儿可去，他觉得自己成了汪洋里的孤舟，被整个世界遗弃了。还有什么可信的呀？连枕边的人，连所谓的直系亲属都骗你。海平边哭边忍不住冷笑，太有意思了。原本一无所有的海平，在短短几年内，背了一个窝囊丈夫，一个养不活的女儿，一套没到手的房子和一身还不清的债。海平终于跨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。现在的赤贫，比被强盗掠夺还惨。就算是强盗掠夺，也不过是掏空你的口袋而已。可现在倒好，连灵魂都被掏空了。谁呀？海平姐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哭了？海平姐，海平姐，姐，怎么了呀，姐？啊，姐，你怎么了？走，我们进屋。来，姐，回家，回家。来，姐喝水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？你说话呀，姐，姐，你说话呀。姐，是家里的事儿，孩子的，姐夫的事儿啊。我给姐夫打个电话问问。别打。我要跟他离婚。啊？为什么呀，姐？今天在付定金的时候，他在跟我说，钱全是借来的，借高利贷借来的，全部。高利贷？姐夫怎么那么糊涂啊？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哎，哪儿去哪儿去哪儿去？这么晚了，你陪姐好好待着，我去。好了好了。你带钱了吗？带了。姐，你先别哭，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。他不是刚借吗？咱们马上凑钱还上啊！他就不会背多少了。他借了多少啊？6万。还好不多，小贝那有4万，我这儿有1万多，再加上我们4个人这个月的工资，我们凑齐了，应该就能还上的啊！你别着急。哎，对了，利息多少？10%。
月息10%，那一年翻120啊！不是，是年息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被哪个大耳聋给讹上了呢。谁是大耳聋啊？啊，就港片里面的黑社会，那个姐，你别着急啊，明天我们起来呢就能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了。我不是告诉你我最近涨工资了吗？我从下个月开始呢，我每个月给你3000块钱，我自己留2000就够用了。你呢，把这些钱都攒起来。你不是快装修房子了吗？你先用，啊。海藻，对不起，让你替我背债了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这样啊，姐？这样，姐，你别这样啊！咱们是亲人嘛，你是我亲姐姐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有亲人呢？不就是为了互相照顾吗？你别难过了，姐，以前都是你照顾我，现在就是我该照顾你的时候了呀！啊，你别哭，姐，别哭了。小贝，我说我真不想回这家，咱们还是出去。哎呦，行啦，姐姐不在家，在我那儿呢。你今天呢，就踏踏实实的把你想说的话都给我掏干净了啊！随便坐吧。姐夫啊，不是我说你。你说你挺大一老爷们儿，姐姐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哄哄她不就得了吗？女人是要靠哄的呀。哼，哄得住的那是小女人，等这女人啊一过30岁你就知道了，根本不是几句话就哄得了骗得住的。哎呀，放在眼前的一桩桩一件件事儿，都会变成头等大事儿。这女人呐，一旦有了孩子，她就不是女人了。首先，她是个母亲；其次，她是头母狼。你看这女人听话的、顺从的，那是还没长成的，还需要崇拜，还需要精神支柱。可她一旦长成了，主意多着呢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根本容不下任何半点你对她有反对的意见。是啊，当初海藻告诉我说你们要买房子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事儿特别不靠谱。你想啊，现在房价这么高，你们俩非要淌这趟浑水，何必呢？你说你们俩现在租个房子，大2室，无非也就2000多块钱，这样又现实又没有任何负担，多好啊！小贝啊，你说的这个不叫现实，叫理智。现实的情况是，你甭管房价多高，啊，都会有人去削尖脑袋去买那么一套房子的。现实是，你周围、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房子，都在炒作房子，都在囤积房子。你要是没有一套房子呀，你就会觉得被边缘化了，你就忽然有一种恐惧感，特别不稳定的感觉，特漂泊。你付租金，总觉得是为别人买房子的，心里头这个不愿意呀。海平今年都30多岁了，周围比他小的人都有了房子，他没有。你说海平他得多难受啊！你说说你们这些人，就是为了攀比，给自己背上套那么大一蜗牛壳，累不累啊？啊！幸好我们家海藻还可以，他不在乎跟我住到底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。哼，你们家海藻啊，不是没有想法，是他自我意识还没有膨胀，
他还没有觉醒呢。等他觉醒那一天，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。女人跟女人呐，她有什么不同的？哪个女孩不想有个芭比娃娃？哪个姑娘不想拥有一支口红？哪个妇女不想占有一套房子和一个男人？姐夫，我只听说过男人想占有女人的，真没听说过哪个女人想占有男人。这事儿啊，只有你经历过漫长的婚姻以后，你才会明白。这男人的占有呢，那就好比是打仗的阵地，一旦进驻了，就算是得到了，但用不了多久就会撤退。而女人的占有，那是细菌的蚕食、蜘蛛网的扩张、棉花糖的膨胀，那是经年累月的。一点一点的，直到最后把你完全占满，让你彻头彻尾无法逃避的被吞并掉。你要是见过头上的锈，就明白我的意思了。男人是铜，女人就是锈，最终锈会把铜的颜色全部覆盖，阵地全失啊！行，你这套理论是真行，但是姐夫，你真的没你说的那么惨，至少你还敢说。比你惨的人知道是谁吗？亚伯拉罕·林肯，他面对他老婆的狂风骤雨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，还得忍着，一副恭维之声。想想，谁是阵地全失啊？你不至于。别想那么多了。